铁道技术中心成立已经有6年了，从做计划开始做到整个铁道的生产输出，未来整个中心的布局也要高达到200人的一个规模，去应付整个台湾的一个铁道。台湾铁道的教训其实可以从2个层面来看，就是人才的流失，然后技术到位性。铁道它是一个跨领域的应用市场，人才的培育方式不是采用模组化，所以它就会用到资讯人员、资料库人员、土木人员、电机人员、电子人员、控制管理规范，所有的应务人员、系统的稳定性、检测人员，还有相关的这些认证人员，就会广域性的挪纳了很多人才的一个系统。台湾的铁道它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飞轮效应，设计技术的成熟、认证、测试需要很繁琐的过程，在培养的过程当中，最主要还是从基础科学上来。那如果铁道你是适合的，那你可以再走向更密集的一个培训。所以我们在培育学生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在学校，我们送到各个专业领域的场域去，让他知道未来如果你想要投入轨道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稳定下来之后，对我们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，而保护到我们的人民。普悠玛号事件之后，我们开始对 ATP 的建设跟知识建立到国产化，建立了所谓的 TSR 系统。我们任何每次的社会新闻事件都不要浪费掉。人才的培育在任何一个安全上，包含到台湾的自主性，都需要这些人才。我们的角色跟一般企业不一样，有社会责任在。人才培训的过程当中，铁道课程会把它切得很细，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专精度。我们会到各个铁道公司去挑业师，调配整个单元的链接性，让业师可以把这个机器传授得很好。那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去服务他的铁道，有大部分会绕一圈又回到铁道来。现在在培养学生工程师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把他的格局拉到比较高一点，要用整个国家的安全风险跟铁道技术价值来看这些所有的事情。铁道像现在的培育方式，在做一个所谓的去我的方式，国产化的过程进来之后，它就自动会分工。建立一个团队的时候，也在训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种子跟大将，这些人或许就是整个国家关键的角色。目前台湾在发展的过程，所有的车子都不是台湾自己做的，经过鼓励之后，慢慢在很多系统已经自己在国产化，只是说这个机会要拉多长，这个时间要拉多长，有可能10年为单位，所以安全真几乎把所有的投入打退堂鼓，然后就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景，就是把台湾所有的车子的通讯系统国产化，包含设备国产化，因为台湾的气候跟国外都不一样。那铁道局它也利用很多机会把这个法条建立起来，大家有一个标准可以使用，而且大家一直在投资。台湾的资通领域其实非常的强，甚至领先国外。我们需要给台湾有人才的市场，有设备上的条件，还有环境上的需求，每一个人就定位去处理这件事情。人一天就是8小时，对于事情的热忱跟态度，会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成败。今天做的这些铁道是庞大所有人一起努力起来的，完全不是我个人。人是会共振的，其实频率一样，其实慢慢就会吸引进来，会产生一个庞大的共振体。未来是希望变成是一个整体性国家化，给所有台湾要投入轨道的一个很大的依靠。我已经经过15年了，所以我期许把它整个国家化之后，类似像中科院的概念，马上就可以去处理所有的这些事情。学生或者是人才的培育的是一直在重复的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学校没办法做生产、认证、制造。总之，在研究结束之后就断掉了，因为他没办法把生产这件事情带往学校，所以他这个在培育过程就会断点。所以我当老师之后，想要打破这件事情，我就跟教育所有人说，你要做90到100，这是最不一样的；你要做0到90是可以被取代的。铁道的是少量、多样、重度客制化，像零组件都不能共用。台湾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大部分研发是20% 到30%，70% 大概都是生产。我们这边刚好是倒过来，90% 是研发，必须要整个模板要颠倒，
你才有办法发展的成功。所以任何东西一定会绕回人才，因为没有人才，所有东西都是空谈。